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思维工作室。我们是一个注重实践、追求卓越的频道。通过我们的内容，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当我前几天与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聊天时，发现短短几年的时间内，他已经成为一名非常出名的投资人，并且他的身价增长了近10倍。于是我问他：“你是如何做到的？是不是学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商业秘籍呢？为什么你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有如此大的变化呢？”而他告诉我其实他并没有什么秘密，无非是在2年前搞懂了如何用资本运作来赚钱，帮助他累积财富。在听完他不慌不忙地解释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，我突然恍然大悟，发现原来那些金融巨鳄、资本家、银行家之所以如此赚钱，是因为他们也懂得如何利用资本去整合资源。听完这番话，不要说是增长10倍，就算是增长100倍、1000倍，我也不会觉得奇怪。于是我决定在我的频道当中分享出来这些福利，让我的订阅者们也能够从中受益。即使你们以后不成为资本家，但至少也能够在你们的职场或事业上让你们做得更大。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利用资本来实现财富增长吧。在这部影片里，我将用几个简单的小故事，让你了解什么是资本运作，如何空手套白狼，为什么那些高手都懂得整合资源，为什么免费才是最赚钱的生意模式。如果你对这类影片有兴趣，欢迎你先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我每周日都会准时更新影片。你也会免费获得这些高价值的内容。这些内容不仅可以打开你的格局，还能够提高你的赚钱思维。我们只是资本运作的小螺丝，钱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必需品。工作赚到钱，我们拿去消费，再换取服务，中间一直不断循环。我们每个人其实只是资本运作里的一个小小螺丝钉。那什么是资本运作呢？这里来说第一个小故事。很久以前有一个小镇，这个小镇上每个人都债务累累，日子过得非常辛苦。有一天来了一个有钱的外地人，这个外地人是想要到另一个城市做贸易的，刚好路过这个小镇，就想说那先睡一晚吧，明天再继续出发。于是他找了一家看上去还可以的饭店。这个饭店因为好久没来客人了，他刚进到饭店呢，老板就非常热情地招待他，好像生怕错过这一单生意一样。交谈了几句以后，那个外地人就掏出了1000块钱放在了桌子上，然后上楼去看房间了。老板看到这1000块就这么摆在桌子上，终于忍不住，马上就拿去还了当时喝酒欠的钱。酒庄老板收到这1000块钱以后，也赶紧清了买猪肉时欠的钱。当猪肉店老板收到肉钱之后呢，就马上拿去还给了杂货店老板。在杂货店老板收到1000块以后，不慌不忙地走到隔壁，支付了他招妓时欠的钱。当那位小姐收到钱后，又拿着那1000块钱冲到了饭店老板那里，还清了租房的费用。而这个时候，那个外地人刚好从楼上看完房下来，觉得这里的房间好像不怎么干净，不好睡，就跟饭店老板拿回了刚刚放在桌子上的那1000块钱，然后走人了。在这一天里，没有人投了多余的钱来到这个镇上，也没有人生产了什么东西，但这个镇上所有人的问题都得到了完美的解决。这就是资本运作的力量。钱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，商业大佬的高级玩法，钱只是被打印出来的纸张而已。但是如果钱动了，它就会产生价值，那就是资本运作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公司，甚至是中小型的老板，都懂得利用好资本运作赚大钱。原因是他们都懂得如何整合资源，做到空手套白狼。嘿，各位，我要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，这是关于一家航空公司 A 的。由于竞争激烈，这家公司的业务变得越来越差，他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提高业绩，让更多的乘客选择他们的飞机，以增强自己在行业中的竞争力。于是呢，他们直接从 B 汽车公司购买了150辆的商务车，用于免费接送所有乘坐他们飞机的乘客，这样顾客更愿意购买他们公司的机票。在这次交易中，本来售价为17万的商务车，民航公司只花了9万块钱就买到了，但双方在谈判过程中达成了一项协议，
这150辆车的司机必须向所有乘客简单介绍 B 汽车公司的品牌和商务车的特点。购买了这150辆汽车以后， A 民航开始招聘司机，他们的招聘广告上写着，所有免费接送都会支付25元的奖励。也就是说，每载一位顾客，司机就能得到25元的奖励，条件是司机需要先支付17万的押金购买商务车。这个消息很快在民间传开了，因为大家都认为民航司机的工作非常稳定，不需要为客源发愁，而且报酬很高。每载一位乘客就能获得25元的话，载满6个人就有150元了。如果一天再送7次，1个月工作20天，就有21000元的收入了。相比其他出租车司机，他们的工作更简单，收入也更高，所以司机的职位很快就被抢满了。乘客想要前往机场或从机场回家，通常都需要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，再加上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实在是不太方便。看到有免费接送，只凭机票就能够免费搭车，心里一定会想，这么便宜，我为什么不去享受呢？而且还不用等车，也免去了等车的时间。后来的某一天， A 民航公司的业绩一下子就暴涨了，单单一天就卖出了1万张机票。给司机支付的25元简直是微不足道，真正赚钱的地方是座无虚席的机舱。A 民航毫不费力的就成全了四方的利益。首先，对 A 民航来说，那150辆商旅车不是买来的，而是赚来的。而且这150辆车上印着“免费再送”4个大字，在市区中来回穿梭，等于为他们做了免费的广告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越来越多人知道搭乘飞机还有这样的福利，大家纷纷都涌向 A 民航购买机票。这个行销策略不仅提升了 A 民航的品牌竞争力，还扩大了他们的市场份额。从此以后，他们不再担心没有人买他们家的机票了。而对司机来说，相较于在 Grab 或 Uber 等轿车平台上工作，在机场等客源更为稳定，不需要自己去找客户，只要有客户需要搭车，他们都会通知你。而且这份工作稳定，利润又非常可观，真的是太棒了。至于 B 汽车公司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亏钱卖车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首先，那150个商务车司机就等于是150位业务员在帮他们推销车子。另外，平均每辆商务车能载6到7个人。假设每一辆车每天都只载6个人，那么一整年下来，每一辆车就会有2190名客户，150辆车就会有328500个客户。而当乘客听着司机介绍这辆车时，就等于是在间接的接受广告宣传，而这种广告宣传方式让人感到非常舒适，因为他们搭飞机时可以免费得到接送服务。人们总是有一种心理，如果你先给予他们好处，他们会感到不好意思，然后当你继续推销其他东西时，他们会更愿意听。所以这32万名客户都是愿意接受简单促销的优质客户，而且他们都是乘坐飞机的高端客户。这些高端客户相较于普通人更能够负担得起汽车这样的产品。既然他们都是精准的目标客户， B 汽车在这笔交易中不仅不会亏钱，还有可能一下子卖出很多辆休旅车。同时，口碑也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，因为每个人都在说，而且都是正面的评价。已经购买并使用过的用户也会觉得不错，所以大家都在给予好评。这样一来，口耳相传当中，自然就在民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口碑。其他考虑购买商旅车的人，肯定也会优先选择这个品牌的车子。你要知道，消费者给予的评价是最能够影响其他消费者的因素。对于乘客来说，每次搭车去机场都要花费50到100元，而现在他们能够享受免费的专车接送，除了非常方便外，同时也节省了一笔不小的费用。看到这里的你一定感到非常惊讶，这样的案例是真实存在的吗？让人意识到整合资源的力量如此庞大，虽然理论上是可行的，但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能够实现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上述的案例是真实存在的呢？事实上，上述的 A 民航公司就是中国的四川航空公司，而 B 汽车公司则是风行汽车。这是四川航空在2008年推出的营销策略，他们打出一套组合拳，获得了长期盈利的超级大单。
四川航空每辆车买进9万元，卖给司机17万元，150辆商务车来来回回就净赚了超过1000万元。而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小钱，真正的大钱来自于每天1万张机票的销售以及提升品牌竞争力。据传，四川航空在这次整合策略中，一年赚取了大约1亿元的利润。对他们来说，1亿元可能不足以垄断航空业，但回想一下，他们当初的投资成本是多少呢？如果持续执行这样的策略，他们未来的利润将是多少呢？这就是所谓的空手套白狼。那么，如何实现空手套白狼呢？就是将各方的资源整合在一起，创造出巨大的价值。这种价值不仅让自己受益，还让其他3方同时受益，形成合作共赢的模式，一个长期盈利的模式。真正的高手懂得如何运筹帷幄。而什么是运筹帷幄呢？就是学会编织网络。很多人认为当老板应该亲力亲为，这样才能省钱，但他们错了。事实上，老板应该学会建立一个舞台，让他人上台表演，而不是自己上台表演。只要有表演者上台，你就可以抽成他的利益。如果你有10个表演者，你就能抽成10个表演者的利益。你的舞台能容纳的人越多，你就越赚钱。这就是你所编织的网络，让那些追求利益的人都上台表演，而你则在幕后收取报酬。听起来可能有一些复杂，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。在 YouTube 这个平台上，没有一个影片是他们自己提供的，所有被搜索到的影片都是其他人创造的。而这些广告商支付的广告费，并不是给创作者的，而是给 YouTube 的。有人可能会觉得 YouTube 等于山贼，因为创作者创作内容，但钱却是 YouTube 收。那你会问，为什么创作者还要继续在 YouTube 上创作内容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是一个会分钱的山贼。虽然广告商不是直接把钱给到创作者，但在 YouTube 收到钱后，会将一部分分给创作者。所以创作者愿意继续在这个平台上创作内容，这个模式一下子成全了4方的利益。YouTube 赚钱，用户有内容观看，创作者获得分成，广告商也能找到新客户。YouTube 所做的不是自己上台表演，而是创造一个舞台让别人上去表演。他们编织的网络让他人上台，而他们在幕后收取报酬。Google 公司也是如此，他们不提供资料，却是最赚钱的公司。同样的，苹果的 App Store 也不生产软体，而是让其他人在 App Store 上贩售他们创造的软体。苹果只是创造了一个平台，然后从中收取不断涌入的佣金。舞台上有越多人表演，就有越多佣金进入他们的口袋。这个时代的经营方式是先免费后付费，最不需要花钱的往往是最贵的，免费的往往是最赚钱的。你还知道哪些类似的案例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在今天的影片当中找到一点你需要的价值，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无私的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。我真心祝福那些为这支影片点赞的人能有勇气实现自己的目标，过上梦想中的生活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以及订阅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